哎，各位书接小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很会穿抠男。嘿，这次呢，我穿这样子就是要带大家用一大堆的科学证据，告诉你怎么样的洗脸，怎么样保养，可以让你的皮肤重新呼吸，然后不再感觉像皮革一样。哎，各位朋友，哦，这个衣服好紧，真是超难穿抠男。嘿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样哦，就跟这么紧的衣服一样。我们常常在敏感肌或酒糟或脂漏病人哦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哇，我的皮肤从来没有觉得像今天一样会呼吸哦。那之前就是不会呼吸嘛，你知道，就是他跟你说他的皮肤像皮革。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哦，就是他大概在3-4年前来过我们诊所拍照。那我们常常有那个公益免费拍照，就让你知道你的皮肤这样。那拍完以后，他就跟我们讲了他的历史哈，就是说，他国中的时候呢就开始长青春痘，长完青春痘呢就开始用洗面乳，洗面乳完就 A 酸就果酸，果酸又 A 酸又雷射，然后第一代 A 酸也用过，第3代 A 酸也用过哈，然后你所有想过的雷射该想的他都想，该做的他都做哈，结果他拍完照以后，其实你知道叫人家清水洗脸，对青春痘的病人来说其实不太能够理解哈。所以他流浪了几年以后，终于回来。那今年回来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觉得不行了，他的皮肤经过2-3年流浪，整个感觉像皮革一样，他想要处理他的皮肤，于是他就回来。那今天要给各位看的是他在这样子整个皮革的过程中，我们怎么样帮他初步缓解，然后他终于开始觉得透气。那他今年回来呢，我们给各位看到，就看这里哈，看这里，你可以看到他的武士灯哈。有一点点哈，可是它的那个白白的点其实不是那么明显哈。然后再看这里，再看这里哈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皮肤有点黏黏的、脏脏的，有一些脏东西这样。那这些东西我们后来教他先做清水洗脸，然后之后用一些橄榄油闷敷，用一些产品稍微闷敷。那大概经过了差不多10几天、20天吧。他回诊的时候，第2次还是第3次回诊我都忘了，才第2次还是第3次回诊而已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宋医师，我第一次感觉我的皮肤从皮革变回来的。今天既然扮演那个很难穿抠男哦，当然就要叫小编给我们一些证据来看一下。这个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刚刚右上角这一张哦，你会发现它的点其实有了哈，但是没有很明显。然后抹完橄榄油以后，整个皮肤就出现很明显的白的现象哈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右脸，这是他左脸哦，两个是一样的问题哦。这里要跟各位讲，在使用橄榄油的时候，如果你上去网络上查，他会跟你说橄榄油破坏角质，他这样的讲法基本上没有错，可是基本上也是错的哈。什么叫做没有错又是错的？你回过头想想，我们已经有病人用了8年、10年、10几年的橄榄油，如果角质真的被破坏，这些病人其实他们的橄榄油是不能使用。但是我们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橄榄油破坏，那给各位看一下那个50倍的表现哈，这个是一开始他皮肤很囤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黏黏的东西，然后之后它纹路就变好，这也一样是他的那个左脸哈，然后这是他的右脸的部分哦，你可以看到。我们都是很标准的有痣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纹路慢慢变好。纹路变好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有没有把上面的老废角质，就你刚刚看到武士灯上面那些白白的东西，它事实上是老废角质被剥落了。但是它之后它有没有破坏皮肤？没有，它的纹路慢慢变好。如果要破坏皮肤，你应该看到糜烂，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纹路变好。讲到证据，证据当然不是一次嘛，当然要连续嘛。像刚刚那个图，你当然可以说哦，那个角质，这是刚刚的第2张哈，这也是第2张，第2张右脸，第2张左脸。你可以说那个角质没有被你移除啊，那谁知道你移除下面会不会整个是溃烂的？没有移除以前当然看的是好啊，所以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那个大敷面。大敷面你可能理解，可能不理解，我们之前的影片有，你自己去看哦。但是大敷面基本上就是把一个角质移除的过程，然后温和的移除。你可以发现，当它移除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那个。白色的东西都移除很干净吧，对吧？移除的非常干净，左右脸都很干净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移除完以后，你看，即使移除完，它的纹路变得更好，也就是说你仍旧没有看到糜烂，对吧？这就意思告诉你说，你的移除以后，你的角质不见了，你的纹路仍旧很好。然后刚刚那是左脸，这是右脸哈，一样的哈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，都纹路变得很漂亮哈，没有到超级漂亮的，那至少是 OK。这件事告诉你什么？这件事告诉你说，为什么这个病人他会跟你讲说，我的皮肤从皮革感，
然后慢慢变成会呼吸。你还记得它的第一张图吗？它第一张图黏黏的、腻腻的，然后上面有一颗一颗脏脏的厚化。你有那么厚的角质在，你当然不能呼吸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把整个证据把它集合起来哈。这个是右脸，你可以发现这个是它整个橄榄油之前，橄榄油后角质脱落掉一些，然后大分院后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伤害哦。那这个一样，就是这是右脸，这左脸也不过如此哈。然后一样，我们把那个整个角质弄给你看，你看之前黏黏脏脏的一坨一坨的东西，然后在角质清除完其实是比较干净，它没有造成表皮的伤口，好吗？然后你大分院以后，它纹路更好，一样没有造成表皮伤口，这样我想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哈。然后这个部分一样哈，就是刚刚是那个左脸嘛，那这是右脸，你可以看到一样的部位，一样黏黏的哈，一样被清掉这样。所以这里头我要跟各位讲哈，对于橄榄油的迷思，对于治疗的迷思，然后还有对于那个皮革的感觉哦，我需要小抄，等一下哈。你知道年纪大了哈，有些东西我记得原理，可是不记得时间。那为了表示我很专业，所以要背一下时间。1997年哈。Journal of Pharmacology Science 就是那个药物科学杂志哈讲了一句话哈，他说那个他去试了一个实验，因为在1997年之前，我们都认为说皮肤的那个吸收主要是靠角质间隙，还记得吗？如果你还记得，大概10几年前大家都说那个玻尿酸分子颗粒太大，然后没有办法进到皮肤，对不对？可是1997年的药物科学杂志跟你讲说，如果你把它做酒精化，它就会进入皮肤，大概会提高到9倍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做那个 liposome 哈，就是那个脂质体的方式，它会经过皮脂腺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汗腺跟油腺哦，会进去，然后会经过差不多16倍的吸收哦，这个很厉害，对吗？好，然后到了差不多2017年，有一本书叫做那个 Nano and Micro Scale Drug Delivery System 哦，就是奈米等级的药物学。他告诉你说，其实人类是慢慢知道这件事，因为2001年之前，我们觉得那个孔是没有意义的，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，我们就推翻了这个说法。到2011年，我们觉得它很重要，然后甚至我们在之前，我们就发现，当你的皮脂重新恢复的时候，当你皮肤健康的时候，在2002年的那个生理学杂志上面它甚至已经看出说，你只要0.25到0.4左右吧millimeter 的皮肤，它其实是直接可以从我们的那个空气中交换气体。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子：第一个，如果你的皮肤能够重新恢复健康，你确实可以有换气的功能，这不是你的错觉。但是如果你从这些毛孔、这些汗孔，你不要以为它不会进去，你擦保养品以后它会进去，然后进去以后会改变你的皮肤，然后会破坏你的皮肤，使得你的皮肤重新形成一个不乳化的状态。在不乳化状态下，你当然会觉得你的皮肤像皮革，然后整个就干掉了。看完我们这么认真替你们整理的1035张照片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的证据，你是不是应该要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我们的苏系列小教室，让你所有的朋友都看到这么帅的柯南？